X27印象假日，4800万广角夜景3摄，发现更多美。vivo。我要我的星芒 X23星芒版耀目来临 vivo。 对，好，那我们来到第33期直播我们这次很高兴邀请到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吴常，他之前也在我们做过课，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是吧？云山好像是一个，对，他跟我和曾老师一起做了一期这个以前我们做了一个闪充案例啊，在吴常老师页面上还看得到这个案例，但是他跟我们一起做了一次分享啊。吴常老师呢，他擅长很多种不同的风格，然后都能应用的特别好。然后呢，他今天呢主要是给我们来分享一些他用 CCD 来创作的一些非常精彩的商业案例。那么就有请吴常老师开始吧。特别是吴常老师，他在行业里也有特别长的时间，他中途呢也有转向过做游戏行业，后来呢，然后他又转到做动态设计，所以他的经历呢也是非常精彩的。所以接下来就把话筒交给吴常老师喽，还要欢迎，期待大家欢迎。大家好，我是吴常，然后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吴常这两个名字的话，为什么会叫这个？其实我自己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10几年以前，就很小的时候用网名，然后就随便起了这个，然后就一直用这个名字，然后时间长了之后，跟曾老师是一个套路的，对吧？也是最早的时候。ID。哎，那云山你呢？我不是，我后来工作后讲了一个英文名，我说曾老师有这么牛逼的英文名，我说我也要去。然后后面有段时间我在想，那挂 Behance 的话，我是不是要有个英文名啊？后面想，这个无常怎么翻译好像有点头疼。比如说我要是叫虚无的话，那我翻译那叫 nothing， 让别人跟我说怎么叫我可能有点奇怪。然后我想那就 nothing 好像觉得好像有人已经叫这个。对，打 CS 有个选手叫 nothing， 这个不重要的。然后后面的话就，因为身边有朋友，就是因为我名字叫朱俊杰嘛，然后平时大家都叫俊杰，所以我就把俊杰拼音然后就放到前面，这样的话就是中文朋友、英文朋友都方便称呼。然后我是一名 motion designer， 看页面都能看得到。之前也和曾老师、云老师，然后合作过做OPPO 的闪充。然后现在的话，我做的客户主要是手机客户比较偏多一些，然后东西的话主要是以产品方向为主，也是这几年就是 motion graphic 应用比较多的一个范围吧。在早些年的话，主要是电视包装。然后我的风格的话，可能就我现在经常有客户就跟我说，就是我这个有个化妆品的东西，我觉得风格特别适合你，但是那种项目我现在多少有点抵触吧，因为我的风格可能有一些的话，有你的硬汉形象是吗？这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的风格，其实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擅长做这种比较柔美的这种风格，这是因为以前做电视包装的话，跟公司风格有很大关系。就是做电视包装的话，就有一段时间的话，都比较倾向于这种柔美的东西，然后所以做这种东西比较多，自己会比较擅长一些。但是我自己骨子里边的话，我是更加喜欢做比较硬核一点的东西，所以上次和曾老师，然后还有云山一起做闪充做的还是挺高兴的。然后自己的话也最近做的有一些项目也是画面看上去相对来说会比较硬一些。那这个的话就是我的一个简单自我介绍，然后下面的话讲一下
今天大概可能会和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一个是讲一下我的从业经历，然后案例分享，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技巧。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就没有做项目，就是在想怎么做项目流程上的一些管理，让自己效率会比较高一些，然后有一点小经验。然后最后面的话，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再交流一下。然后案例分享的话，我这边其实我不是一个用 CSD 技术非常好的人，因为以前的话是做电视包装嘛，当时都是用默认渲染器，所以渲染技术都很糟糕，就反而导致就是让你的合成经验会比较丰富，所以我这个风格也一直保留到现在，就是3维可能渲染一个差不多的，然后很多东西就放到合成里面来处理了。然后下面的话就从从业经历开始讲起吧。然后可能先从比较久远，就是为什么会做这个行业。我这个经验好像和曾老师稍微有一点点像。曾老师是因为之前对 PPT 感兴趣，是 PPT 大神，对吧？然后后面就接触到相关的一些软件，然后最后迈入了做 motion 这个行当。然后我的话，也是有一点点像。我是最早的时候小学，然后就特别喜欢打 CS 那款游戏嘛，然后后面零零星星一直玩了蛮长时间的，然后中间大约是15、16岁之后的话，就花了巨多的时间在 CS 上面，每天可能甚至5个小时到10个小时，全都在玩这个游戏。有一段时间甚至想去打职业，但是还是天赋有限，就是水平还是稍微差了点意思。就是慢慢随着就是在上面投入的时间有点太多了，因为就是人也稍微大一点了嘛，想着以后是不是就是想学习工作上面稍微考虑一下，然后以后游戏的时间可能会稍微少一些，就想着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视频给自己纪念一下，把自己打过比较精彩的那些东西给记录下来。然后后面呢就开始学习一个叫做 Sony Vegas Pro 的一个软件。它最早的话是做音频，但是它在剪辑的领域的时候做一些那些卡点的音乐小视频，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然后很多人做那个 CS 视频的时候都喜欢用这个软件，然后就开始慢慢接触这个软件。最开始的时候就很简单的这种，哎呀我操，这画面很非主流。我勒个去！然后流畅的击杀，哇！然后自己做出来就特别高兴，然后还加这种特别挫的特效。我靠，这个滤镜！哦，这是那个 Find Edge 的是吧？查找边缘。对，然后这个的话是用那个 Vegas 那个自己自带的那个软件，然后弄的，然后就是最开始的话就是先做一些很短小的一些视频，然后可能也就是把头尾给掐掉，然后把精彩的画面给留起来，然后到后面就慢慢的就把那个一些镜头给组接在一起。但时间长了之后的话，就是会发现剪辑就别人做的那些有些 CS 视频非常炫，然后那些效果就想是怎么达到的，然后就可能需要再接触一些其他软件，然后就听说有个软件叫 AE， 然后就怎么切换，然后就开始对这个剪辑感兴趣，然后接触了 A6 还是 A7 啊？这我的天，应该是 A7.0 吧，特别早了。对，我用了这个，哎呦我的天！然后这个是对我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国内某个大学老师的 A 教学，当时在某个网站吧，然后教东西，然后当时想学 A 嘛，然后我想好好学，然后跟着大学老师教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讲的也很细，200多集的教程，每个菜单逐个讲解，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以前那种经验，就最开始看国内那些教程的时候，他们先从第一个菜单开始讲，就那个 file，然后 new project，然后一个一个讲。然后我看了1个星期的时候，我感觉我还是不会用 AE 这个软件，还是没看明白。看了70多集，然后就是看到70多集的时候，就是突然老师中途接了一个电话，是这个样子，每一集是10分钟，我估计是每一集发上去之后，那个网站会给他一些钱嘛，所以他就录的集数会比较多，每一集10分钟。然后大约播到第3、4分钟的时候，这个老师就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然后以前网络速度很慢，你要点视频，你要快进的话，它会卡住，你又得重新播，那个网站做的又不好，然后我就一直在这等，然后过了好几分钟他才回来，然后我就实在受不了了，看来这个人的教程就是不能再看下去了。当时就是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觉得做一个人一定要有职业道德，一定要有操守。我当时就对自己发誓，一定要做一个自己对得起自己和别人的人，要有职业道德，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然后一个是这个经验，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想起我之前学 Vegas 嘛，学 Vegas 一开始的话只是把视频导入，然后再导出，然后有怎么剪，用那个剪刀把视频片段剪开，我自己再去上网查。我想我学 AE 的话，应该用这种方法，就一边使用一边学习。对。然后有的时候看有些教程学不下去的话，也不要太勉强自己，有可能是教的人不行。然后有时候就找到一个好的老师，像曾老师这种，就还是非常幸运的。当年哪有曾老师这种啊？对呀，我这现在找不到了呀。哎，太幸福了。现在孩子太幸福了，太幸福了，太幸福了。下一个。然后后面的话就跟很多就是因为自己兴趣接触这个行业的朋友都很像，就是Video Copilot， 然后看他们这些，大家都有这个，都是。然后当时就看了他那个应该是有7集还是8集，就是 AE 入门。然后看完之后，我觉得1天2天就知道这个软件怎么用了，因为他一打开那个软件就导入素材，然后拖入时间线，加个特效，然后输出，那基本上整个流程就全都介绍清楚了。然后他很多案例的话也都是直接教什么东西就直接做一个案例出来，做完之后你有特别成就感，学的会比较快。对，他以案例来教，其实最好的了，就知道你做完这个教学它能产生什么结果。对啊。然后后面的话就一点一点学，然后就开始学各种各样的效果嘛，然后就用到自己做的 CS 视频里面去。然后我想来放一个就是学完 A 以后就不一样了。Production 哇，Unlimited。我靠！这还有 3D animation 哦！我靠！哇，还有 particular 厉害！我靠！这，哎，那你怎么把那些人？你是把人给抠出来了？对啊！哎呀，这真正的抠吧这！哇，那丹尼，你这视频要火了呀！当时还可以。当然也发在就是门户那个CS 的一些网站上面。我靠，吴强老师不讲武德啊！还有精神效果。哎呀！哇，这是射击游戏教学这一哇，你这景深效果的，抠出来自己模糊的。哦，对呀，那厉害！当年游戏就有景深效果。应该加点那个血液素材。哇，这个转场真的可以。我操！你这种快切它，哦哟，哇，这个转场是吧？我觉得很神。我操！你这个就你这跟普通的这个做游戏视频肯定不一样的。
对对，你就觉得门槛太高了，我看来了。然后就当时自己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其实就是在剪辑视频，然后有的时候一个镜头就是因为 CS 的话也可以就是有一个工具就在里面 K 摄像机，就是比如说像这种你就可以 K 成第三视角，然后镜头还围着一个人转，然后还是有点像 CSD 的那种单点摄像机，然后一个镜头的话，因为那单点摄像机特别不好控制，你需要加特别多那些关键帧嘛，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挺享受就是做这种视频的这种感觉，特别是在剪辑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卡上那个音乐节奏的点，然后速度稍微快几帧慢几帧，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发现自己就是特别享受这个状态，我想也许我是不是可以做剪辑这种工作，然后那时候自己就上百度知道上面查，就是剪辑师工作怎么样，然后就有人说，然后说哎，剪辑师这个工作特别好，那个做的牛逼了，剪电影，然后很多剪辑师一年剪一部电影，工作2-3个月可以吃1年的。然后当时想，哇塞，这个工作太好了，我也想要去学剪辑。然后当时的话就到处找，看在哪里可以培训嘛，就是学一下剪辑这个东西。然后找来找去呢，就是北京的影视行业会比较发达，那北京的就是培训那个学校也会比较多嘛。然后就当时找了一个学校，他们有教剪辑，但是当时他们的那个剪辑班就刚好取消了，说现在的话只有剪辑与包装，但我不想学包装啊，因为包装的话就是要学3维软件的一些什么东西的，但是单独的剪辑班又没有。然后那个老师跟我说，就是剪辑师会得多啊，对以后未来的那个就是职业道路啊发展非常有好处的。你要是剪辑师会点 AE， 可以自己做片头；你要会点3维，然后可以自己做点更复杂的东西。剪辑师会的越多越好。我说，那这样也可以，挺好的。我想那就顺便也学点3维吧。当时还分好几个班，有分那个教玛雅的和 Max 的，然后我就学到那个，然后去报了一个包装电视包装与剪辑，然后玛雅的一个班。然后后面的话就报了一个培训学校，然后当时教的软件的话，剪辑的话叫 Final Cut 嘛，然后3维软件的话用玛雅，然后我是坐在这个角落，然后还那旁边是磊哥吗？啊，对，旁边当时磊哥不在，估计不知道上哪去了。磊哥其实就坐我旁边，当时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还经常交流蛮多的。然后再说下一个。然后当时学习的时候，我觉得学习到最多的东西就是在剪辑班的时候教了一些，就影视电影的一些镜头语言吧，就镜头该怎么衔接，然后动接动，然后近接近，然后人物景别的转换，然后比如说有些东西不要跳轴啊，然后各个不同的景别，近景、特写、远景，然后还有影片的叙事节奏要有高潮，然后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这个的话就是对我一直还蛮受用的。然后3维的话，我觉得我从那里毕业之后也就用了几个月玛雅吧，之后就再也没用过了。现在的话就玛雅这个软件就完全不会了。但是还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任何3维软件都是一样，它有些基础概念去搞懂了之后，学任何一个3维软件的话，其实上手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只要知道怎么操作就行。因为基础概念都是那些4边建模啊、灯光啊、UV 啊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嘛。但是在那里面学的时候，就比较，我不知道是行业的问题还是怎么，就是没有人教怎么原创，都是在教怎么去临摹，然后扒片，就导致毕业了之后的话，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做，不知道怎么创作，对啊，只知道怎么实现，只知道怎么扒片，但是掌握这个能力，其实在当时行业里面生存倒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整个行业的话，
产出的都是抄来抄去。我觉得保守点讲，50%都是直接抄袭。夸张的讲的话，我觉得估计有80%-90%都是抄袭的吧。就是能做一个原创作品，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不像现在的话，其实抄袭已经是没那么常见了。然后后面的话就抄袭很容易被看出来。对啊，然后后面的话就稀里糊涂，然后做完作品，然后就去找工作了。哦呦，哇！啊，节奏感还挺好的，发现吴强老师当时就已经，你这个动画节奏都挺好的呀。哎，我觉得当时的动画节奏要比现在还好一点，因为以前的话比较莽吧，没别的办法，就是硬 K， 很多都是用单点摄像机 K。包括你这个物体砸过去，然后另外一个字母出来，它那个原来那个物体它会有反弹什么的。你看这个，它都是硬 K 的吧？这个你硬 K 的都全是硬 K 的是吧？对，强行硬 K 的。就你还挺有天赋的，这个就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不是那么容易会注意得到，对吧？然后因为以前用单点摄像机嘛，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镜头看的角度就经常换来换去的，你得播好多遍，才能看得出哪个地方卡了或者不太对。然后你调的时候，你就看得多了，一个几秒钟，你可能要看几十遍，看完之后你又可以记住，发现到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然后因为当时就是会的东西太少了，只能在现有的范围里面就不断的播放，然后不断的发现问题，然后一点一点改进，然后慢慢的话就可以自我习得很多能力。然后像现在的话，可能因为有很多东西就是来的太简单了，一个效果点一下就直接有了，嘣。然后做动画的话，可能大家也知道要用那个2点摄像机，然后围着东西转一下，觉得大概齐了就差不多了，就很少像不太容易像我之前用那种很笨的方法，就一遍一遍播放，一遍去发现问题吧。现在工具都蛮简单的，但只是我觉得东西太简单会导致人一种不良的习惯，就什么东西它都可能会去差不多就可以了，就会这样子。你其实做动画它也是要一遍一遍的，我觉得要出很多版本，然后看怎么样是最好。对，然后这个你看很多人动画他可能丢一个那个会晶晶那个插件叫什么 Signal， 对，然后就差不多了。然后有些那种插件又是比较封闭一点的，你有点什么时候想细调，然后又改起来很麻烦，可能就想，那就算了，差不多齐了，就算了，你知道？对啊，对，而且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用这个插件做的跟他用那个插件做的那个效果差不太多，那个感觉就会一看就知道你用的是哪个插件了，会这样的感觉。对啊，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毕业了之后就去找了个工作，然后当时的话就是，虽然有很多做电视包装的工作，但其实整个行业里面大部分都还是做企业包装的，然后企业包装，对，就做那种企业宣传片。做那种大金字，我也做过，我的天！对，就做那种大金字，然后挂在河面上，什么湖畔美景，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那种东西，对，还放到这个很激昂的音乐，对，然后一定要大气，然后有的时候还给那种政府，然后做那种东西，这么几个领导，然后放中间，学校的政府的，是吧？然后做那种政府的就特别沉，然后做完之后。他们还有制片跟着，然后后面过了2天，就他们部门里面的科室里的人打电话，不行，然后现在那个人可能以后升不上去，得把另外一个人放中间，然后这个官的领导那个要大一些，他头像要稍微大一点，时间要再长一些，然后要做很多这种东西，就实在太恶心了。然后我当时就想，有点受不了，可能是自己实力太差，进不了电视包装公司吧。当时还想着是不是应该自己回老家，然后闭关学个1年，然后到时候再来北京，然后再好好干一下。不过后面的话，就是在家里稍微憋了一下，然后又学了一些东西吧，觉得好像也还差不多。然后当时的话，就是核心就是 YYK 的老大嘛，然后他刚成立了一个公司叫 Pinka， 就是 YYK 的前身。刚成立不久，当时的作品的话，在整个行业里面真的算是一股
清流啊，是非常非常少拥有那种有很多原创作品的一个公司。因为行业里面刚才说的，就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抄袭，甚至直接扒嘛。对，我可以搜一下，就是比较早期的拼卡的作品，我觉得放到现在来看的话，也还是蛮不错的。这个早期我记得有看过他的小机器人。09年。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节奏挺无敌的，特别牛逼，就纯用 AE 给 K 出来的。Lady Gaga、Jason Mraz、Katy Perry、Chris Brown， 在这个频率，这些名字将不再陌生。Hit FM 欧美流行音乐频率88.5，同步世界流行。Playing the world。Hit FM。对。哇。然后还有他们做的那个各种新闻，我觉得放现在也比有些那个节目包装要做得好一些。做动画剪辑都还挺棒的。非常的流畅。对，只是风格现在不流行了，我觉得就是，但是精度啊，节奏那些功底还看得到的。然后还有这种，都是10年前的东西了。对啊，对，而且都当时就还是用玛雅。动画细节蛮多的，然后这个包装我觉得做的挺棒的，好多层啊，感觉那个对啊，一点点小的效果，就是好多层，做的特别精细。在当时来讲的话，我觉得算是国内比较少有的，就是水准够得上，我觉得国际水准，我觉得也算得上了，算是很厉害了。当时，还有这个很像美国的一些节目的包装。对啊，好流畅的镜头，动画好流畅。然后前面这些还都是用玛雅的。当时好流行这种一个麦克风，然后旁边有一些人是这种设计，做那种娱乐元素就放麦克风嘛。然后还有个视频，到后面的话，他们就开始，这都是我进去之前他们做的，没有我参与。然后这是个博物馆呀，感觉。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开始用 C4D 了。哇！当时我进去的时候还是 C4D R11.5。11.5，我靠！厉害！然后，这人做比较几分钟，有很多光线也做得很好看。对。然后后面的话就给Pinga就是投简历，然后做个测试，然后测试就是我当时美术能力确实比较差，但动画节奏就其实还可以嘛，然后就把我给招进去了。我就记得就那天面试完了之后就是确定入职了，然后心情还特别好，然后下了楼，然后就下楼的时候，然后就有个大妈，然后说过来，然后说特别可怜，跟我说那个肚子特别饿，能不能帮我买个包子？还心情好嘛，然后去帮人买包子，然后给他，我记得是买了一个肉的，买了一个素的，然后给他，他说那个我能不能全都换成肉的？然后要了3个还是4个肉包子，然后完之后还要一杯豆浆。那时候刚到北京的时候特别穷，我自己都舍不得吃，然后就买完之后这个。好心情就瞬间结束了，好心情也就持续了10分钟。10年前的套路现在还有。对啊，然后后面的话好像还想找我要点钱，说是那个要坐车回家什么，然后我觉得要的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这个套路都不更新一下。对啊，太过分了，然后就算了。然后后面的话就。在这个公司制作，因为我是用玛雅的，大家都是用 C4D， 所以因为从来没有了解过这个 C4D 软件，不知道有什么功能。然后如果上网去找教程的话，当时也挺吃力的，基本上没什么教程吧，东西可以获取到的东西非常少。
然后就同事过来就是随便说两句，说，这个放这是管理器，然后这个视窗怎么操作，然后动画怎么按出来，然后你做就行了，可能也教了5分钟6分钟，然后就直接上手做了。然后当时做的第一个项目的话，就是这几个作品不是做的很好，但是比较也是对我自己比较有意义的项目吧。然后后面有一段做了一个这个，然后做完了之后，我就是拿给大家，然后大家都可以拼到一起可以用。然后后面同事说你这个怎么做的？我说手 K 的，后面才知道还有个功能叫克隆，当时就用手 K 纯 K 出来，因为根本不，因为没有人知道有克隆这个概念啊。如果你要用玛雅实现这个功能的话，可能当时要用专门的插件或者写 mail， 然后当时行业里面挺多人的话，以前问老师就很多那种阵列型的东西该怎么做，老师说有的时候你手 K 可能还快一些，写 mail 的话有的时候有很多限制，所以当时做这些东西就直接手 K 的，然后做一组，然后但是也还好，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做一组嘛，然后摆，然后再错针，然后偏移关键帧，对，这样差不多。对啊，然后这个当时对我是怎么想的？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方式，湖南人比较霸蛮嘛，你霸蛮就做也就做出来了。如果你要用一个不熟悉的方式，比如说我当时知道有克隆这个东西，然后我把它们一组一组克隆，但是那些效果器它们的使用机制不了解，做出来的效果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有可能会更慢。我觉得在项目里面的话，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要用新技术来实现，这是给我当时的一个感触吧。然后考虑风险成本。对，这个。然后后面的话，我靠，这个我还扒过这篇，但我我先看一下。做的射箭了。然后这个的话，这个我也扒了，我的去，真假的？我太荣幸了。做那个优酷开场，最后那个 logo 我不知道怎么出来，看这个，字这样砸出来的，还行。我想起来了，曾老师做了个齿轮的那个片子，我想起来了。最后那个齿轮看砸进去。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是我自己第一个独立做的项目嘛，以前的话就是要么只做个别的一个镜头，或者说已经有设计稿了，然后拿着工程，然后把它做动画。然后这个的话，因为时间特别紧张，当时只有7天时间，有3个片子嘛，有一个什么，我这个是战争的，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就那个叫什么来着，武侠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不太记得了。然后有3条片子，主题的都是腾讯视频，对，都是腾讯视频。然后我当时是负责做这个战争的，然后也来不及做分镜，只有7天时间。如果要再给分镜一遍一遍确认的话，时间也来不及。所以这个的话也算是我第一次的 solo 的一个项目。就，你第一次 solo 就这么大场景。当时就有这种资产了，这个后面揭秘一下。然后当时的话就发现也是经验不丰富，如果要现在做的话，反而就我把这个再缩小一点。你是用那个等会儿再说这个，我缩小一点。投射。等会儿再说这个，我缩小一点哈。哎呀。然后如果我要现在去做的话，可能不会这么去做了，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笨功夫反而会把一个人的潜力或者软件的潜力给逼出来。然后当时的话就是想到第一个就是想一个基础的创意，就怎么让那个 logo 给实现。那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就是用子弹，然后子弹穿梭打到这个 logo 上面，然后最后自己出现，这样的方式肯定是最简单的。所以的话就直接 K 一个动画小样就好了嘛。然后做完之后，当时就给总监，然后一看，然后给
那个客户看，觉得反正也就这样嘛，也没啥，然后直接做呗。然后当然做了之后才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背景没办法做，因为它是有差不多180多度，你看。对，如果我们要做的话，我们要用现在的思路来做的话，那最简单就是先做地形，对吧？基础的地形，然后场景的元素，坦克、战车，然后各种石头，然后什么东西场景搭建起来。首先，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时间不可能，而且第二个就是渲染时间也来不及，还有一个就是自己也确实不会，找不到这些资产，就很头疼。那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说，我想想该怎么去设计一下。当时我就拿了最后的这帧画面，然后在背景就搭了很多图，然后搭完之后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开当时的那个工程会比较好一点。我操，工程还在。对，我是 AE 里面搭的背景，还是在 C4D 里渲染？哎，那个等一下打开看吧。不说了，不说了，不是，马上揭秘了。好期待，拿点八卦片。2011年的，我的天！我找一下放到哪里？我在我的副屏上找可以。其实当时是整个在 A1 里面搭的，搭的，挺狠的吧？我也觉得挺狠的，我操！现在的话肯定也不会这么做。哎，但是我就说，现在很多就是他们连导 AEC 到那个 AE 里面都不会，就这一招他们都现在 AE 用的人太少了，现在用的 AE。因为大部分 CD 就直出了，对啊，没有特别多，也比较有效率，就是，但是对啊，就真的是，曾老师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就真的特别霸蛮，然后就把那个 CSD 的那个数据导出来，然后就把草地然后给铺上去，然后这些坦克，然后什么的一个一个给抠出来，是，然后再整体加个调色，其实对，这个本身也没有什么技术，也主要是霸蛮搞。对，就霸蛮就实在逼的没办法了，实在不会。如果要是预算时间再充足一点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么去做了。但这个的话倒是给我的一个很大的经验，有的时候其实 AE 能做的事情还蛮多的，但是问题就是导进之后颜色不统一嘛，然后就后面其实调下色，统一给他们一个色彩，渲成这样了，然后就靠全靠和。对啊，然后后面上面就炫了个子弹的是吧？对，然后加粒子，哇！哎呀，还有加这个气流，这个气流是这个三维的吧？气流，这个是炫了个玻璃之类，然后叠上去又加了扭曲之类的是吧？对，然后后期它加的扭曲，我看能不能找到。哎，太硬核了这个，因为当时就是想加那个气浪嘛，就是炫一个这样的东西，因为它有红绿蓝通道嘛。你用法线继续搞的。我这个还挺好看的，你看里面的。我操！然后当时就用它作为一个通道，然后用那个 displacement 不是可以失去红绿蓝通道，然后做一点扭曲嘛，然后再把需要的部分然后给遮罩一下，然后就当时就反正以前的话就是会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只会 AE， 所以我当时就是点开一个一个点开所有的特效，然后一个一个试，哪个东西效果好，然后就留下，哪个东西效果好就留下。因为以前它不会这么多插件，现在它这个插件有点太多了，以前的插件比较少一点，然后一个一个点觉得可以有用的，反正都是用这种很笨的方法去那个测试不同的效果，然后倒是就让自己对 AE 的那些东西就还蛮熟的，然后这些东西呢就是这样一个，好久已经你没装，
Mojo 是调色的吧？对，第二然后调色一下，基本就差不多了。因为然后这个的话，我就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就做的东西场景不是可能新手朋友比较容易遇到嘛，就很多东西场景不像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去做的，因为我们3V 里面的时候导入了很多素材，它的那些素材贴图的颜色本来就有可能在不同环境底下拍的，就有的时候色彩倾向不一样，3V 做的时候有些那些色温平衡的不是那么好，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整体调个色，给他们同一个色彩倾向的话，会更加像一个在同一个场景底下，对，即使像我这样的素材加一个之后，也看着就还凑合。可以。哇，直升机还冲屏了。这也不知道哦，这同事他有一个素材给我，然后挺好的。哦，然后这个我想看能不能放一个那个视频，等一下我找找。哇你这大片怎么不发一下 Behance 吗？Vimeo 上有发过，哦，我看，然后后面的话发现有个视频跟我这挺像的，但他那个特别狠，我觉得可以一起看一下，不知道你们有看过没有？哦，我看过这个 Map Painting 呢？他是用 AE 做的，巨狠，我靠！哦，这个才真正的硬核，我靠！这个的，但我觉得他可以用哎呦 PS 做，但我估计也有可能是它对比较可以做呢，熟能否最后可以动吗？可以有一点点动。而且它这个可以有一点摄像机的动吧？对，稍微有一点视差可以，多了不行。我哇，他把这个人抠下来了，放在。然后后面又看了一个这个视频，就觉得我操 ，AE 这个软件可以啊，然后可以做在上面一条道走到黑。这是大神，太疯狂。哦，他还有景深。对 ，A1 里面就好搞事了，它这样子。我靠！不是他其实用 PS 也能做一样的效果，只是 A1它比较可以做动画嘛。对 PS 做好导到 A 里面也行。对，但我觉得用 AE 做的话，就是这个层级管理太费劲了。对 PS 会好很多。What？不过我们当时在公司的话，我们大部分人 P 图什么的也基本上就用 AE。就之前有个同事做那个，做河南卫视的一个台标那个 logo， 然后纯用 AE 给画出来的。我操，这最后可以啊！是啊，我看呆了，我靠，挺狠的吧？这个也好多年前了，应该也是。他最后这个 title 做的不是很好看，但是前面好帅哦。前面挺狠的。这蝴蝶怎么？我估计也是用 AE 做的吧。我靠！不过蝴蝶真可以，它两个，AE 可以，对，它反正就是2个3维层，两三个3维层。然后后面吓到，核能机真的是。好的，对了。然后在后面的话，这工作了几年之后的话，就是公司开始做培训部门。做培训部门是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还蛮难招到合适的人，因为当时公司的话，就是因为整个行业里面的新手，一个是没什么原创能力，还有个一些对很多基础的概念不懂，就想着是不是可以自己培训一个部门，然后我就主要去负责培训的业务去了。然后当时就和小伙伴，然后做了一系列的教学视频。然后我记得当时的话，主要其实是比较想走线上教育的，然后还做了一个线上教育的一个网站，但可能当时时机稍微早了一点，要是现在再坚持几年的话，可能效果还可以。那得坚持个5年左右。当时那个
我觉得主要是那个线上教育，当时大家意识没到，就是线上付费，怎么说呢，就知识付费的意识，我觉得可能当时还没有跟上。对啊，然后后面的话，那个开发出来了那个一系列就是 AE、PS，然后 CSD 的教程，然后没几个月，然后就也被别人给盗版了。当然也有线下培训部门嘛，当时想着做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然后那套教程的话，我是觉得放到现在来说的话，也还是很好的，特别是 AE 部分。CSD 的话，可能现在那个好的教学挺多的，A 部分的话，哇，其实这么全，挺多的。好可惜啊，你们还录了挺多的呢。对，有教挺多的，然后特别的后面的话有很多那种，我觉得想对 AE 在研究的，我觉得这套教程其实还是可以再看一下的。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找找看。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做了有1年多吧。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创业就挺难的嘛，就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就是最后还是暂停，就先不做了。也有一部分是内部的原因，然后外部的原因也很多。然后最后不做了，然后就想着是不是要回来继续做电视包装，做这些。但是当时的话，就是对电视包装就感到就失去信心了，还是挺灰心的。因为整个行业用现在话来讲的话，就是特别严重的内卷化，就整个市场也就这么大了，很难再向外扩张。因为电视包装最好的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是04、05年或再早一点时间，就是很多电视台的话没有那么强的品牌意识。然后这个东西刚刚出来，就感觉好像可以发挥的地方会很多，然后大家也愿意尝试各种各样的方向，然后甚至你讲一些那种特别大话，吹一些牛逼啊什么的话，就想象空间会挺大的。然后现在的话，就市场已经差不多是完全成熟了，然后到后面大家觉得，我可能只需要一个普通的电视包装，然后放在上面就可以了，然后就也导致很多人抄袭。我当时记得广东那边有某个公司，整个公司发片量巨大，然后几乎所有的作品全都是抄袭的。当时 YYK 的作品基本上每个作品都被别人抄袭过很多次。我记得有一次挺逗的，过年然后回老家，然后就看我们那地方电视台，然后就用的是我们做的那个一个片头，然后把最后那个 logo 截屏截掉，然后直接咔嚓直接切到他自己的那个钉盘。对，当时这种知识产权的意识好差呀，连电视台都这样做。对，特别多。然后一个是行业内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市场的问题，就互联网那时候就是看的人越来越多了嘛。从10年以后的话，就大多数人的那个眼睛都是被电脑的屏幕给占据了。然后再后面的话就是移动互联网，看电视的话，应该其实已经很多人就很多年都没怎么看过电视了，就是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也会越来越低。对，而且对新东西，国内的话就对新东西的接受程度也非常有限，特别是很多电视台的话，它是非常典型的官僚系统，一切的话都是向下领导，不像我们现在做电视包装的话，不是像我们现在做广告，有些负责人的那个部门负责人，相对来说的话，很多东西它还是可以自己排版的，对吧？然后以前做电视包装的话，你跟你沟通的所有人，他们最后都是需要去猜想领导的口味怎么样，领导喜不喜欢，所有东西都要给领导排版。然后有的时候领导一个非常任性愚蠢的想法，也没有人敢去反对他，就很容易让你就花了很长时间精心准备的一个设计，然后瞬间就被推翻。我记得我们之前给某个电视台做那个一个方案，就是到后面的话就全都给推翻了嘛。之后的话，当时他们有个转椅子的节目，
特别的火，然后整个频道的那个频道包装风格就全都让他们主持人坐在一个水晶椅子上面，然后转过来转过来，就特别恶心。然后后面的话就也不想再做电视包装了，就想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去试着做一些别的东西。然后自己的话对互联网的一些东西还挺感兴趣的。然后当时的话就有一个上海的朋友想拉我一起，就是做点事情。最开始的话可能是想要做一些硬件类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启动资金太贵了。然后因为他自己的话有一些游戏行业的一些背景和资源嘛，然后整个游戏行业也比较火热，应该是14、15年的话，那个手机市场才刚刚开始热起来。然后后面的话就一起做了几年游戏，我自己的话是主要负责运营还有视觉上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这边就也开始当甲方，然后给别人发活然后就这个项目还挺有意思，这个项目最后发给 YYK 做的就发给自己的公司，好开心。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行给我改，做不行啊，但也没有，也没提，好像也没提什么太多修改吧，不太记得。然后当时还有一个镜头是那个烧麦，挺感兴趣的，也想尝试做这种东西。这个镜头还是烧麦做的，我觉得我操，哥们太牛逼了。哦，这个好像对。哦，我看到发过。对，发过对。哇，超级狠！我靠，好帅啊！真狠。哎，为什么后来你又不做这个了？然后就是那几年就是也不是很顺利吧，然后自己也有点找不清方向，因为做的也不是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我觉得人还是要做自己比较擅长喜欢的东西才可以。也包括后面的话，就是公司当时融了挺多钱，但是一下就给烧完了。烧完之后就很多视觉的东西就得自己来，然后我又自己几年没开软件了，然后又重新把软件捡起来，然后就开始自己做。然后这种东西就是自己做的，然后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自己还是特别享受这个过程的，自己就还是挺喜欢做 motion 的。我当时就还蛮纠结的，就想是不是可以重新再回来做 motion。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恰逢烧麦给 OPPO， 然后做了一系列广告，然后当时我操看了就不行了，我靠，简直太帅了！我觉得我重新回来做 motion 的话，全都是因为烧麦，因为他做的东西太帅了，而且他又是自己的独立设计师，然后也可以服务一些大的客户。那说不定以后这种现象的话会越来越多，像现在啦，确实也开始越来越多的找一些设计师来合作了嘛。对对对。我想可能还是得回来老老实实做 motion， 然后才是我的归宿吧。然后后面的话就开始重新回来做一些片子，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还出帅帮我介绍了一些客户，还蛮感谢他的。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拉着我一起做一些广告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之前还给华为做过一条手机的片子。然后因为之前的话就是他用 Octane， 然后我是还没有去学 Octane， 就直接上手做。然后当时片子我是用默认渲染器嘛，我当时是在用微锐，然后后面的话也是简单学了一下那个 Octane 的操作吧，然后确实 Octane 太简单了，然后就因为做产品的话基本上就打光都有实时的效果嘛，调一调的话都差不多，就直接开始上手用了。然后也是忙着做，然后做完之后，然后他拿我工程一看说你这怎么是用 Direct Lighting 啊，当时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应该用 Path Tracing， 但是忙着做的话做了也就做了，所以就也还好，没很大关系。对啊，然后但我觉得的话，对于门槛的话，我觉得广告的门槛
其实是要比电视包装要稍微低一些，但是对画面的质量的话，广告肯定是要高一些。电视包装的门槛要高一点，因为电视包装的话，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你有很多概念要搞清楚了，就非常困难。比如说，影片的话，什么叫呼号、版权页、ID、形象片？形象又分各种形象，因为有些电视台的话，比如说要传达给中年人啊，然后是女性啊，中产男性啊，可能需要传达不同的形象，然后还有各种栏目的内包装。然后还有频道的包装那些东西要搞清楚，这些就还挺花功夫的。然后做广告的话，对于刚开始踏入这个行业的新手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好上手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会给你做一整个独立的影片嘛，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镜头，比如说做个 CPU， 然后大概定一个什么风格，然后基本上就能够上手做吧。然后前面的话就是简单的一个从业经历，然后下面的话那个开始讲一些案例分享。现在时间过得快，1个小时，大家最期待的搓手手，咻咻咻。然后今天分享的那些案例的话，像我前面说的，我其实不是一个 CSD 应用技术很好的人，我到现在我可能 UV 建模其实都不是太会，都是一些每一个这样说的人技术都很牛逼。真的不大行，就是我一直把那个画贴图啊 UV 啊，然后建模一直列在我的学习任务里面，但也拖了好几年了，争取今年再学一下吧。然后学 ZV 雕刻呢还有胡迪尼吧。胡迪尼就算了然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可能是合成内容会比较多一些，不一定说是怎么说呢，就是也许可以帮忙打开一些思路吧。因为我自己刚入行的时候，我就蛮费解，就是别人做出一个好看的作品到底是怎么做的。你当然知道他是用 AE 跟 CSD， 但不知道 AE 不是那个不知道那个 CSD 要渲染成什么样， AE 的工作有哪些，对这个东西有点搞不清楚。后面的话我自己在看一些工作室发的那些 making of 那些东西，我发现他们渲染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挺糟糕的，然后很多东西在 AE 合成了之后的话效果还挺漂亮的。我当时还把他们就是那些 making of 里面的那些过程的图然后截屏，然后放到那个 AE 里面试一下，发现自己调一下之后好像也可以，然后当时就有一种瞬间打开任督二脉的感觉，感觉调色真的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合成跟调色是密不可分的吧，分不开。对，因为像做专门的调色的话，像用达芬奇，他们也需要就是对很多东西做一些精确的控制，比如说树的颜色调一下，背景的亮度、暗度，然后都需要做很多调整。然后我们用3V 软件的话，很多东西虽然是可以直接在3V 里面去实现，但是用合成来做的话，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有的时候会更加像一个艺术家或者画家在凭着当下瞬间的感受去对画面进行一些调整。就有的时候你拉个曲线，画面就立马会放一个风格，然后有的时候突然再加个别的素材，就对画面瞬间的改变会蛮大的。用3V 软件的话可能会稍微慢一些，当然现在有 Octane 这种 GPU 的渲染器之后，这个操作的流畅度已经好很多了。然后现在呢，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案例。然后我先讲一下，就是 vivo S5 的这个吧。OK。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可以先简单讲一下创作背景。这是他们的当时那个手机。
然后当时的话，客户给的备付其实不是很复杂，他们提出来的概念就是中间这个冰岛恋歌，然后幻彩晴空。具体要去理解字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冰岛比较好理解，然后幻彩也比较好理解，就理解为画面的颜色肯定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冰岛的话，应该是象征他们这个冷色调的这种绿色，然后还有这个粉色是比较暖色的。当时就想的话，第一个反应就是肯定是需要做一个对比，然后把手机它放到一个比较暖的环境底下，因为他们整个手机的这个系列是针对少女的定位的嘛，那肯定跟粉色会比较贴合。那么冷色的话就可以作为画面的一个开场。当时第一个基础的想法的话就是打开某个画面是一个冰冷的感觉，然后随着画面的节奏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然后进入到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场景里面去。然后当时的体验看一下，然后当时的策划就是一开始的话就给一个比较清晰透亮的环境色，然后当时因为当时的对接部门负责人的话是一个女孩子，所以就做的 PPT 会相对来说比较比较打动女性的一种方式吧。如果要是平时的话，其实我做的都比较硬一些，可能会写更多逻辑性的东西。然后因为这款手机也是针对女孩子的话，所以包括给客户的提案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抽象，更加着重于某种感觉的传达吧。感性一些。对，然后我觉得对于大多数影片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一个简单的套路，就是这个影片它是在一个什么世界观底下。比如说像曾老师做的很多影片呢，可能是在那种赛博朋克或者说那种比较废土的那种世界底下，然后再去考虑用什么样的元素，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让整个影片的话是符合在同个色调底下。因为你不可能在这样的风格里面突然加个 CPU 或者科幻的东西，对吧？所以很多东西最基础的一个环境，我觉得其实还是蛮重要的。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想可以加一些什么样的元素就好。然后这些晶体的话，是因为他们那个摄像头的话是那种菱形的结构嘛，然后也是他们自己想要表达，就是说是融合某种晶体的概念。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个基础的 ID， 然后当时写的是万物复苏，然后晨曦洒向周遭，让世间精华凝结成晶体，然后菱形摄像头就开始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了。然后以菱形这个摄像头的结构作为一个穿梭的屏障吧，然后打破就是现实和幻境的结界，写的唬人一点。然后后面的视觉结构的话，现在的话就这种结构还蛮多的，就是这种画面拼贴的形式。当时的话就是想要用更多的这种拼贴来做嘛，但是最后在执行的时候，客户那边还是想要叙事性更强一些，但是用拼贴的话，叙事性那么强的东西，要马上清晰的表达出来的话，可能会没那么的流畅，所以后面的话就是这种拼贴的这种画面保留的相对来说还稍微少一点。然后有了一个基础的这个创意，然后还有结构，然后就是后面的话就是要把这个故事给描述清楚。然后这个的话跟我后面的影片的话基本上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晨曦洒向云海，然后花出来，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找到某种结构的东西，然后这个结构的话是符合摄像机的那个菱形结构。然后这边写有云海被吹散，然后冰霜变成绿色，后面发现就是树木变成绿色这个实现起来有点难，就放弃了。然后摄像头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OK， 然后就是有某种灵巧的东西，然后被
那些晶体给封住，就象征着那个摄像头可以保留一些美好的东西，然后让这个美好的东西与手机相遇的时候瞬间展开。然后当时这一些故事流程的结构，然后这些的话就是把一个基本的创意给讲清楚了，我觉得是对于大多数影片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在后面的话，影片后面就是比较常规的，就是切手机产品的一些镜头，大家常做的都知道，摄像头切几个，侧边切几个，正面的全景，其实来来回回都是那些嘛。有种模式的感觉。对，然后客户的话也会比较好理解。如果不是专门做产品展示的话，客户也不会在创意阶段对这方面要求很多。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放下那个放下片子，先放下片子。哇，行云流水。不过这个片子音乐，还是看我们有没有机会请个音乐人来，就挺好奇怎么跟音乐人沟通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其实本来是想要这种。你是点的这个音乐？对。我觉得这个感觉我会自己比较喜欢一些。有那个人声在里面的。对，而且前面的话就是特别的有那种向前推进的行进感，然后在后面突然爆开的时候，然后有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我觉得这个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不太知道该怎么表达，可能那个怎么学做音乐也在我的学习名单子里面，但是也拖了很长时间。我觉得也有可能知道。你是给了这一个参考，还是给了好几个参考给音乐师了？给了有2-3个吧，就是不同的镜头切了不同的音乐嘛。然后这个前面的话是让他做出这种感觉来。对。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太知道该怎么准确的表达。然后下面的话就是那个可以打开软件操作一下。然后今天就讲这一个镜头吧。这个镜头的话，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跟着做，因为这个镜头其实做起来超级简单。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应该很多人都有这个插件，那个 Forest 是吧？对吧？是。然后，哎，对了，我可以先讲一个东西，就是讲新建工程的时候，我这些东西，都是自动的。对，然后这个的话可以自己创建一个自己经常用的东西。就是说你每次新建的时候，它这个都会自动的出来。对，然后保存一下那个默认。save default scene。对，好办法。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Ctrl+D， 然后改一下这个动画线性，因为经常做 CSD 默认 K 帧的话是那个 curve 都是给一个缓入缓出。对啊 ，is in， 对，有的时候卡点就比较麻烦，每的时候都要自己改一下，然后会改一下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改一下 preference 的这个粘贴的东西，因为我们新建的时候，对，它都在最上层嘛，然后你把这些它的那个新建物体还有粘贴的改了之后，它直接在你现在选中的上一层，
因为有的时候场景里面很大，几百个，有的从最上面有一个往下狂拖，然后不，哎，又不知道放哪去了，找起来很麻烦。对，然后下面这个就是复制，有的时候从组 A 复制到组 B 的时候，就直接在底下，然后这样的话方便调用。然后一点小技巧。然后说到那个树的话，是要是有这个插件，可以直接开始做，然后找个 library， 然后点开。哎，没有材质是吧？哎，为啥没有材质啊？我再试一下，然后点一下，有了。是不是太亮了？我靠！有可能太亮了。哎，但是你把这材质转换成 Octane 材质试一下。哦，对。哎，为什么我新建 Forest 的这个 Tree 预设里面，它的叶子贴图总是丢的，树干的贴图找在？是吗？刷新再试一下。你再刷新试一下，再刷新那个 Octane 的那个载入，点那个那就是它 UV 没有连上来，那就是有可能没有刚才我试的时候还可以了。奇怪了，把这个 C 掉呢，把这个书 C 掉，这肯定应该有了吧？材质丢上去。哎，材质都没用。哦，有用了。我可能刚才点到别的。你点错通道了。哎，我靠！啊，太蠢了。然后，哎，你默认的你建了个预设是吧？你就把通道都已经打开了。对啊，对，就所有的这些我都保存好啊。这个每次就都是一样的，然后这通道也提前就先打开了，因为这些的话，我觉得是最常用的吧，我个人比较常用的，就全都保存在里面。然后这个树怎么调呢？把颜色去掉吗？去掉，然后去掉就变成血树了。对，然后就 OK 了，就可以了。血树我觉得最好调了，因为本身那个血带上面光是透不过去的，所以你直接用 diffuse 或者 gloss 就可以了。对，这也是我为什么后面没有做那个变绿的，因为这个没法看天际了，太假了。对，所以就把那个想法给取消了。然后我说服客户说，这个镜头其实有点多一跃，没必要，可以了。是然后就做几个不一样的。有点少。这个直接改成这个渲染级别就好。然后弄一个地形，看这个树的大小。这个地形其实也就是为了把这个树给放上去，其他没有任何作用。你要建一个平板，我感觉好像也差不多，但它多多少少有一点凹凸吧，会稍微好一点。Scatter 你用 Scatter 做的啊。Scatter 的话，它那个 Forest 它的动画好像是无法实现的，对吧？但是我看它好像有动画呀，你树有动画呗？树没动画，树没动画。哦，树有动画，就 Scatter 它后面有个镜头有动画，我不太记得了。然后就调多一些，然后后面再加上一个云就可以了。这个云的话，那你那个云，你那个云的流体序列是有序列的呗 ？Noise 吧，它是 K 噪波 ，Noise K 噪波。我记得就早几个版本，好像 4.0，好像 K 这个噪波是不识别的。当时的话是这样子，给它添加一个 layer， 然后layer 相当于 bake 一次，对，然后再用那个 transform， effect， transform，
然后调这个，但现在好像然后我昨天试了一下，好像现在直接 K 这底下好像是可以了。是识别，你是2020对吧？那它是实识别的，对它好像自动 bake 了。我存一下，别崩了，我靠。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就很简单了。我明白了。学习学习，今天所以干货。所以这个的话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也练一下，因为这个的话后面就主要就是考合成了。这个再大一点，可以再大一点。然后因为想要那种被风吹散的嘛，就拉长一点。嗯，哎，拉这边吧。太碎了。对。然后其实我自己做的话，这个精度会比较高一点，做上应该就10，但是调10的话就太卡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调高一点，然后往下拽一拽，导播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好的，先这样吧，差不多意识到了就行。啊，再稀薄一点，再 Disney， 然后让它自己那个散色的颜色稍微有个倾向，跟它那个手机颜色比较贴近一点。反正流程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可以把那个工程看一下，最终渲染出来的是什么样。你一般一个镜头会合成多久啊？合成，你是说在制作上面的时间吗？对啊，可能1-2个小时，时间长的话1-2个小时，因为要来回测试嘛。如果一个镜头风格确定下来之后，后面的话就蛮快的。这个直接渲染出来的话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的话，这个灯光强度可能再高一点。然后这个树的颜色可能可以再叠一点。感觉你视窗里的树为什么好像比渲染出来的要大？要大？对，锁了它。稀薄一点。是那个 scatter， 你看到的那个树它是不会显示的，因为它是 scatter 在上面的。对，懵逼了。然后大概制作的话是这个流程，然后我这边没有细调，如果再细调的话，其实也就主要就是调这个它的稀薄度，然后还有它的这些颜色，可能再细调一下就好。制作上面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这边在渲染的时候出了几个通道，可能打开原始那个工程，这样会好一点。像这个场景，你出哪一些通道呢？其实我当时在做的时候，我把能出的都出了。OK，但最后能用得上的如果你用 Octane， 它同时在出通道的时候，它渲染会不会变慢呢？还是一样的速度吗？好像会慢一点，但我觉得没有慢很多呀。没有很多。对啊。你有最后渲染的话，其实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自己平时在 Sunlight， 一个是 Sunlight 激通道 Sunlight Noise 是什么呀
noise 自带自带的那个。对，这个它不出通道的。然后还是个 volume，还有 shadow，基本就这几个通道。shadow，对，有点卡，哎。然后我自己平时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好卡，我一般习惯这么操作，就直接存一个 PSD，先去核实一下是吧？对，先去核实一下，直接从这里存，然后试一下之后，然后等差不多试完之后，然后一般怎么的也得合2-3分钟，对吧？然后这个也差不多存完了，然后再存一下，不然他每次点开这 CSD，这不是 OK 又得它那个载入是吧？对，又得花很长时间。一般就存那个 PNG， 如果要把通道也用上的话，就存个 PSD， 这样的话也会比较好操作。我一般这么做，然后现在差不多。那你通道输出的格式都是 PSD 吗？还是 EXR？PSD 啊。OK。PSD EXR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但 EXR 的话你还得自己再分一下通道。对 PSD 的话就好卡呀，我用 EXR 那个。你是用哪个版本？好慢。你说什么的版本 ？A1 吗？2018。哦，你得换2020了。2020的话快很多，但速度也挺慢的。太慢了，我的天！在19、18，我觉得速度都没办法忍受。20的话，我觉得速度是可以忍受的。OK。但我觉得平时的话，存图的话，存 PSD 速度会快很多。PSD OK。而且它会直接就很多通道直接分出来了吧，不用自己提取。对。然后现在到建议，我再直接合一遍吧。这个其实合成蛮简单的，但不一定每次合都会跟现在这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在随机的，对你自己在合成的时候，有时候调了一大堆曲线，感觉点开一下，好像还是去掉比较好，但是调了很长时间又舍不得去掉，然后又把它往回拉到10%、5%。哎，这个过程是很感性的，这个不一定，跟心情也有关系。对，然后就很多时候是舍不得把那个调了半天的那个东西给去掉，所以有时候再调一遍的时候，跟当时做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一般导入进来的时候，最简单的就是我自己那个选这么排布，有的时候导一个图进来之后就全点开。然后我自己会先看一下宽容度，因为这个画面的话，你要先知道它画面其实是很乱的，你调亮之后就不乱了，整个画面会比较平整，因为亮度被提高了，而且看着细节没有那么多，就大概知道一下这个素材的宽容度，然后拉下来的话，就有很多这些云的细节可以出来，这样的话自己有点像夜景的，你再拉下来，这样就大概。我会大概自己知道有一个概念嘛，就是画面肯定要亮一些，然后很多细节的话是需要通过这些云雾，然后增加一些细节，然后还有这些阴影的部分的话，可以让整个画面不至于太惨白。阴影部分加深一点，有点丁达尔的感觉。对，然后后面呢就是色相可能可以调整一下，稍微偏蓝一点。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用这个，就是它是上次也说过，它是那个 Universal 底下的 Universal 下的。对，有些朋友可能找不到。上次好多人问这个，对，分享完以后，对，可能找不到这个插件，它是 Universal 底下的一个，我也不知道在哪个组啊。大家可以搜一下。他们说你的声音变小了。对，我也觉得，我这听就小了。可能我头越抬越高，离麦克风越来越远。没事。播一下。然后我这个比较好用，因为它这个的话，还有个就是它调的这个饱和度调高之后，它会把很多细节给恢复过来。就以前的话，我会用这个东西来调。Shadow Highlight。对，这个我也经常用。就是这个它会
自动的那个东西就比较麻烦，有的时候得自己手动恢复一下会啊。好一点。然后以前的话就我会这样调高饱和度，然后这样的话要比再对比看一下这个，我觉得是要好一些的。它也会把有一些用一个 color balance， color AE 的那个色彩平衡。哦，这个对吗？这个它是可以对调暗部的颜色倾向、亮部和中间调的颜色。对。然后其实主要是想要提高它的饱和度嘛，现在把饱和度提高一些，可能太高了，调整一下亮度。然后我做完这个操作的时候，知道这个画面其实是这个渲染其实是可以用的。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我觉得一开始的饱和度可能可以再高一点。这个画面基本上就是可以用的。然后现在的话，整个画面就需要再增添一些细节，因为首先就是整个画面的各个地方的平衡度啊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对比。这块区域、这块区域、这个区域全都是一样的，没有视觉焦点，就是很难让观众看哪个地方。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在左边加个暖色，对，加个暖光，让它往这个上面走，然后把画面的其他部分，给它削弱一些。把这些，然后可能在云雾再增强一些，上下两边的云雾再增强一些，然后可能再加一些那个镜头模糊，然后让这块的区域，让中间的区域，然后再突出一些，基本上就可以了。然后现在的话，跟着这个思路，对。不是渲染多少，渲染的有些，这时候要用到通道了。然后这个是那个 volume 的通道，把点上去之后的话，因为光从这边扫过来，所以它的中间的区域有可能会清楚一些。然后可以减弱一点，放在这里。然后 shadow 的话可以加一些细节，因为整个画面给调白了之后，它的暗部细节就会丢失的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再稍微保留一些暗部细节，然后再还多了一点对比色在里面。对，因为它原本的话是稍微带一点的暖色调在里面，然后再找一个 sunlight。这 sunlight 的话，我只需要保持它云雾的地方，因为我后面想要做那个丁达尔那种东西，就用个那个 shine 把它给加上去。这也是个插件，对，就是 Trapcode 的插件。对，这可能也是放在上面，但是我只需要保留它这个高亮的部分，也可以。但这样调的话，就很多树，就怎么说，就很多树的亮，只是出现树的亮部。我主要是想要使用这个云的亮部部分，这个把树抠掉，对，把树抠掉，然后使用应该是哪个通道，那个树的细节会多一点。volume 本来它是 volume 的地方，然后拾取第三个层，然后用它的亮度通道，
然后把那个 shine 加上去。再低一点。其实这种直接给它放大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只需要，因为会把这个原本素材给隐掉，只保留它的这个亮度信息就可以了。往上面再稍微控制一下。OK， 再调整一下强度。你说弱一点。OK， 差不多，然后再稍微有一点点就可以了，增加一点点暖色。阳光的感觉。对，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要把左上角再增强一些。然后我经常用的就是，如果直接画 mask 的话，就有的时候还会缺少一些细节感觉。我自己会比较倾向于用这个 AK 的这个 Optical Fly， 然后选一个，就直接用它这个高光就可以了，然后调个颜色。可能再稍微再暖一点会更舒服一些。偏红一点吧。这个的话是给整体稍微加一个，有个偏色，然后再复制一个，把它再调的再强一些，离得再近，然后这个的话可以用遮罩画一下。把它放在调色层下面去。然后一般就是这种越高亮地方的话，它其实可以再白一些。我再复制一个，调成一个更强一点的。好，现在这个画面的话，就那个蓝色信息丢失的有点太多了，所以就需要调整一下它们的强度。可能因为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调它色相嘛，可能那些红色的部分不需要单独调整，可以再把这个蓝色部分再调高一点，然后整体太亮了，然后再稍微往下降一下。然后现在再调的话，就是这些蓝色部分就很难凸显出来了。但蓝色的话，主要是想要让它出现在这些稍微暗一点的地方。我会用这个 select color，select color， 对，就专门调某个区域的这个颜色。对，然后再把这个，其实是调的因为整个画面是比较亮调嘛，所以它现在实际上被软件拾取到的这个暗部已经信息太少了，所以实际上是它这个稍微中间一点的地方，再稍微调一下颜色。其实这个的话，就基本上左边调几个数字，右边调几个数字，试一下看哪个比较合适就行。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思路。可能是这个阴影太强了，稍微保留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可能再稍微增加一点点暗角会好一些。
然后周围的饱和度也许可以降一点点吧，或者说是这个让它对比再提高一点。然后最后再整体稍微调一下颜色。然后这种亮度特别高的画面，我一般会把亮度整体再往下稍微调一点点，嗯，然后暗部也往上调一点点。然后再试一下这个，调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插件太好用了，就直接调它的饱和度，然后整个画面它那个会更加平衡一些。然后我自己再手动把它的那个饱和度再往下降回来，只保留它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平衡画面的那部分。Vibrance，对。OK， 差不多就这样。可以可以。Fast Blur 加一个，你是背景加了一个。对，做那种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具体的细节呢，其实还是有挺多地方要再去调整的，因为这些东西会比较碎，如果要再去调整的话，可能会再花一些时间。没事，思路大概大家都知道。对，我觉得其实可能加一个 glow 就可以了，可以让整个画面更加柔和一些。因为很多时候那种glow 的话，它会打在那种镜头上面，会在表面镜头造成一层散射，让整个画面看上去更柔和。所以我们得在后期里面模拟这个。是用蓝宝石的。蓝宝石的这个 glow 比较真实。对。但咱们这个画面现在已经比较亮了 ，glow 可能微弱一点。对，稍微弱有一点点，然后可以让它柔和一些。对，我觉得现在就柔和不少。蓝色的部分应该可以再暗部分可以再调整一下。光感、层次感都有。好了，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但之前的话，其实可能还是要做的再细致一点。然后可以看之前的那个原始合成，还是要舒服一点。这个边缘的冷色跟左下对平衡的比较好。示意大家知道这个思路，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去调。对，然后我其实，我说有人说好多插件都没用过，我感觉你用的都是 A 自带的呀。自带的都，这都是自带的，都是自带的。Finisher 那个叫什么 ？Finisher 可能。对啊。还有那个那个 Optical Flare 这个。像那个 Finisher 的话，其实用那个 Shadow and 那个叫什么？那个Highlight 其实也可以，也可以。只是说我自己很多调色命令它就是习惯问题，对吧？对，就是习惯问题。用之后要用默认的话，可能得控制好几个地方。要是用插件的话，有时候点一下就差不多了。然后自己又用的时间比较长，就更熟悉一些。对，我觉得调色主要看个人习惯的。对。然后看我原本的那个，也是差不多，整体调亮，然后增加一些那个饱和度，然后这个是，然后
今天又有收获，也是一样，是加了 glow 的。哦，我之前画面调的更白，我暗部的信息留的很少。然后你暗部是最后再处理出来。对，哦，又调回来了一点。这个就是在亮暗之间不停的做平衡。哦，对啊，刚才忘了加那个镜头模糊，加镜头模糊，边缘模糊了。对，这个就自己随便画一下就好。做了一个假的 Z 图。对，然后就自己画一下就好。用这个可以。然后后面呢，就是应该是边角给再压暗一些，让中间更凸显。然后整体再压暗，还是边角压暗一些，不知道为什么加了2个。然后边缘给它提亮，然后再加入 volume。你那种带产品的镜头是不是合成会更多？带手机的。我觉得你是说给产品合成多，还是给产品加的那一整个镜头合成？就整个镜头的合成，就你肯定是包括产品，产品估计你得合几层吧？比如说摄像头，还有摄像头的那个玻璃，还有对，产品肯定是要合好几层。然后背景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得分吧。如果要是这种合成比较多的，那就得合的比较多一些。有些直接渲染出来，其实就差不多了。之前做那个，做左下角的这个，其实基本上没怎么合成，渲出来差不多就是这样。调色调了一下就对，但这个的话，我后面也讲一下，因为这个的话，其实对这个山体的处理，就有点像用 A1 合成一样，这个很柔啊。用而且背后的那个云有笔触感，你是在也 A1 做的，这个后面讲一下。那我这个快速过一下吧。然后，这个光我只保留了一部分，刚才整体加上，所以可能稍微有点过。然后再提亮一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然后你们俩先聊一下，我要上个厕所，水喝的比较多，不好意思。好，没事。我去拿瓶水，我渴死了，等会儿。好，那就剩我来说单口相声。单口相声。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学到东西啊？我没有，我现在还看不了直播间，因为我在分享屏幕，看不到大家的问题。吴常老师的这种方法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啊！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太死磕这个3维里面的调整灯光啊、渲染，但是那个不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很重要。只是说我们可以经过今天吴常老师的这个分享，那大家可以尝试更多这个在后期合成里面的可能性。等会儿可以看一下他那个云是怎么弄的，感觉还挺神奇的。就背后那个笔触的云啊。对，我也觉得。所以它那个山体就是那个颜色，我也觉得它不知道它山体颜色可以用那个可以印那个映射的，用那个 gradient，看看怎么。好了，我来了。那下一个的话，讲这个的话，其实倒不是这个影片多好看，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也觉得有点牛逼。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后面的话就不带着大家一起做了，就主要工程看一下，我觉得其实就可以理解。然后这支影片的话是，客户他们找的之前给苹果就是做那些手机的人弄的，就是纯实拍的。然后
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变化非常丰富，用3维做了很难做，然后拍摄的话可能效果会比较好。这个手机是拍出来给你的啊？对，我给你个 MOV 素材了就。对，我操，就给我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的话你不能一个黑的就直接交片，对吧？所以你得给它做一些背景，整体画面。对啊，所以你需要做一个环境出来。然后当时给到我之后，我想，那这环境其实要说起来也没什么好说的嘛，就肯定是这种线条的曲线，然后铺到背景里面就 OK 了。然后它有2个颜色，一个是这个红一点的，还有一个是那个比较蓝紫色的。然后那设计的话，颜色就比较好说了，就是用那个蓝一点的，像那个蓝紫的做背景就好了。然后最开始的话，我是在3维里面做，然后像刚才和曾老师说过，我喜欢就做一半的时候就存一下，对吧？然后我存了一下，我之后存了一个这个东西。哦，我存了一个这个东西出来，看还有好多噪点。然后我就想，先测试看一下。然后发现其实这种东西做背景的话，不是太好弄，然后就 A1 处理啊，然后就一模糊一调色，调个颜色。我有的是喜欢用曲线调，有时候会比较好控制一些。这绿色往下调一点，然后这格落其实没啥用，然后暗部再降一点，然后一模糊。然后再加一个，哎，手机要拿出来，我靠，再加一个，再加一个，再加一个，然后，现在这个的话其实是已经是可以动的，我用力调低一些，我这个动的话，其实我本来是想在3维里面再动，但是3维里面再动的话，那个颜色就变化太丰富了。反而不好控制，结果我全就是可以啊，对吧？对，然后我就用这个500多的一个素材，然后给做了，因为我发现现在后面就再怎么调，都不如这个感觉好。调不到测试的时候那个感觉刚刚好，这很讲缘分这个事情。对，真的很讲缘分。然后这个的话就直接 K 位移，然后后面再整体加一个这个。那个 turbulence turbulence displace 做了一点扰动的效果，做一点扰动效果，感觉有点在3维空间的感觉。对，然后模糊了就。然后到这的时候，那个跟背景不是融不到一块儿嘛，然后就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他们整体稍微加一点点那种光，像我刚才前面说的，加一点点光，然后这样的话就基本上融进去了。最后再整体再一起调一点点颜色。对，这样的话就会比较贴合一些。然后中间再暗一点，然后整体产品后面暗一点，再暗一点，那就好了。然后后面做完之后，就是那个片子就直接这么一开场，也有点太硬了。然后就怎么样的还得做个头，对吧？做头的光，看一下，哇，这挺好看的呀。对，我播一下看看。我靠，这个景深也是后期的，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是那个假的。哎，不对，这个，哇，这个，哇，有了这个光点了。哎，你这光点是怎么弄上去的？那个手 K 的，它跟着那个高光，就是素材的高光手 K 的，特别不讲武德，对吧？不讲武德，不讲武德。不讲武德才猛呢。然后有点慢，然后这个光跟刚才用的是同一个素材，也是那个500多像素的那个素材，然后去看一下动态。哇塞，哇，还有你节奏，你这后面全部都是那个 A1 的，对，就还是这个素材嘛。你还有个前景，我勒个去！你刚才那个，这个的话就是，素材，然后这个的话，
光点就是其实就很简单，就 K 2下就行三维了。摄像机，是，对，然后打个3维摄像机，然后这可能这样比较，哎，对吧？你还打了3维层了，把刚才的坦克那个换成了炫光，对，就一个道理嘛。对，一个道理。然后也是这种光走过，哎，前景，然后加上去，不很乱嘛？然后颜色得调一下。对，然后差不多就这样，然后整体再模糊，然后再加一点点这个前景，前景的的，厉害。对，这个思路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后面的话就是给画面进行一些合成了，这个的话就画面太干巴了。因为任何东西的话，我就觉得肯定都要有一个氛围观的，因为你在空气当中灯光打在这个环境里面，世界多少会有一些灰尘嘛，然后那些光投在灰尘上面，所以才有辉光。所以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可能做的时间比较短的一些朋友，就是光加的有点没道理。所以要想象这个光如果是真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光可能会从哪里打过来，然后把光放到应该在的位置，然后稍微加一个光，再加一些然后整体再暗一点就这样，那这就 OK 了。厉害。然后下一个我看一下，然后刚才说的就是素材的那个运用嘛，有的时候不一定想的那么直接就能直接想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有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想法，然后把它放到后期合成里面调一下，说不定调个差不多的就直接能用了，你就用了就行。其实在3维里面缘分就来了，对，缘分到了就到了，没到的话其实多试几遍也能到的，不要灰心。我觉得要莽一点，有的时候霸蛮一点，那个可以霸出一片天地。然后后面的话讲一下这个吧，这个其实跟这个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对，因为这个的话看一下怎么做的，也是用一个特别糙的一个素材，稍等一下，我现在好像顺序有点乱。那就这个吧。这个开 CSD， 这个的话就 AE 合成很少了，但我感觉就是像那种合成的处理，合成说到底的话是对一个原素材的处理，原素材你不满意，然后你需要对它进行一些再加工。这个的话，任何就不一定就想那 AE 能做些，我就只能放到 AE 里面。其实3维有的时候也是能够达到相似的效果。这个的话，其实渲出来差不多了，就是调个对比度和那个饱和度就可以了。这个特别简单，只要在3维里面的话，我就是用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素材，就用一个这个素材。这个素材是我有的时候会收集一些这样的东西。对 ，colorful， 对，就有的时候随便用一下嘛。这原始素材的话比较小，
然后稍微改了一下颜色，然后有那种网站就是 AI 无损放大，然后把它给调大一些，因为怕有噪点嘛，在大的时候你要做凹凸什么的时候，有一些噪点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然后当然也不是把这个东西丢上去就好了，我也是做了一些处理的，就处理具体做过什么可能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说到底的话，也就是对它颜色重新做一些重定义、重映射、重映射颜色、重映射，然后或者有些是保留了本来的颜色，有些重映射的一些颜色，因为我只要需要它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图案信息就差不多。但是不一定用这一个素材才能达这个效果，用别的素材的话，可能就是用别的处理方法。只要有这种信息比较丰富的素材，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对，然后这个放谱，然后稍微增加一点点细节，就太平了嘛，不很好。然后这个displacement 也是一样，稍微加一点就可以了。如果把这些去掉的话，只看它颜色信息的话，是这个样子，基本就差不多了。然后思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之前的话，因为也一直想学那个地形软件，也一直没学，所以这个也是就是用，但这种比较柔软的感觉的抽象地形，其实也没必要用地形软件。对啊，对啊。如果不是往真实方向做的，对啊，这个的话就稍微控制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因为我想后面稍微有些动画嘛，如果直接做好这种贴图还不好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然后置换一下，你看你移动它的话它还可以动，这多好，对吧？有点像那个牙膏的感觉。对，它就有一种那种膏状，然后还有对，很风格化的一个地形，可以。你是每个都设了个范围是吧？这些小效果器。对啊。然后后面打开，你的这个地形的面数很多是吗？不多，感觉不低，对，还好，不低，就面也就开100多，差不多了。然后换个角度肯定都是不能看的这种东西，对吧？只有在那个镜头才是美的。对。然后这个的话，想分享的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这个的话，手机当时是叫什么莫奈的印象派，因为它手机表面的背面就是那种油画刷感的，我记得油画笔刷嘛，所以你在创意的时候也没有太多选择，其实就不用选择，你就直接找这种笔刷的东西就行，然后你在 Pinterest 上面一搜，然后看，可以做差不多这种东西，然后拿一些素材放到3维或者 AE 里面，然后处理看一下，有的时候那个直接处理的结果不是你最终想要的，但你知道可能已经快接近了，这个时候可以再找一些更合适的一些素材，或者自己再做一些贴图，自己再做一些地形，这样的话可以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怎么说，就是开始起步走起来的一个动力或一个状态吧。不然有的时候在这空想，我操，笔刷怎么做啊？那个不会做啊，怎么办？我靠，就对吧？就有的时候，这个效果你怎么做？就是这种笔刷印在上面那种特效，哇，这个就牛逼了！这个水哥做的，水哥胡迪尼做的，胡迪尼搞的666水声啊，对。然后其他的就这些。然后这个的话可以讲一个，先过去快2个小时了。然后这个云原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云，就这样的一个云，然后它也不会动，然后稍微垫一下，然后垫到上面，
啊，这个的话就很简单了，加一些那种哦，特效，效果啊，哦，蓝宝石的，对，蓝那是就好。蓝宝石的特效，对啊，蓝宝石有这特效，我的去！蓝宝石特效默认的一大堆都也可以没试啊，默认的也可以啊，啊好像。默认有个卡通对吧？对，对默认的也可以，但效果可能没这个好，很多东西你得哦，调整一下。对，调一下就是。对，然后这个云在动的嘛，对吧？这个是我经常用的一个小技巧，这个可以快速讲一下。诶，哎，卡没有，好，就有这种透视往前飘的感觉是吗？对啊，嗯，就可以再大一点，这个把因为这个透视往前飘的话，肯定是近大远小，远处的移动比较慢，近处的移动比较快。比较粗暴的你就直接用 destroy，然后自己手动 K，但那样的话就有的时候 K 的不太好，就看着比较奇怪。然后这个的话我就用 transform，它有一个斜切的这个，哦，你看不就近大远小对吧？然后旋转一下它的角度90度，啊，哎，近大远小，但它是的中心点在中间，可以可以中心点在可以可以，中间，然后你要把它都移过来，嗯比较麻烦。嗯然后把它关联一下，嗯，到这，然后近大远小，对吧？认晓了。然后复制一个到上面来原本的，然后把下面这个，比如说这地形，下面这个再放大一些，横向拉一下就可以了。然后 K 一下，OK，好，可以可以。哇，效果挺好，对吧？然后学习，我强烈建议大家就是尽量能够不在原素材上面处理的东西，就不要在原素材处理，用那个调节层处理会比较好。因为以后你要再渲染别的什么新的素材的话，需要让他们在同一个效果底下可以匹配，你就不要一个一个复制，而且那样的话，层数一多的时候就会把这些管理弄得很乱。又因为很乱，又会导致你有的时候很多效果不想加太多了，因为整个的心理负担会太大。嗯，然后你看就可以再加个别的语，对，换一个天空也是可以的。换个天空也是可以的，对吧？哎，都可以。这个还能做那个丁达尔的光透下来。对，然后再加个闪，对，那我操，三维感更强了。对。然后刚才说到那课个，程是如何丢弃 CSD。然后刚才说到那个素材的改造，那就还有一个工程，那个之前和 Division 合作的，和哎嗯，这个这个素材也挺扯的，这个素材就找了一个这个，好像是这个原始还是个 GIF 呢，还是动的。然后我看看啊，是叫 POFO。
稍等，我打开一下。我靠，素材丢失了可能。哦，材质丢了。我连一下。GIF 可以放到里面，它会动的吗对， ？What？哇，学习了。它这个就不不需要调了感animation 它不会动，我没有用它的哦动态，我没有用它动态，哦，没有用。省了我省了我别，因为我这个本来也就是想试一下，后面的话我不是还找了一个静态的嘛，那个静态的其实更丰富，但是因为我已经调好了，我再换一个别的素材，我又懒得改，就算了吧，就这样吧。这个，哎，对，这个打开它这丢失。哇，哎呦 OpenCL 不行了。不管它。这个素材，其他素材都没啥。BW1，对，就是个污字是吧？对，就污字，就稍微加一点那个。曾老师都已经认识贴图的名字了。你发光的东西丢失了是吧？看不到了。哎，对，这里丢了。这里。displacement。算了，我找一下那个工程，因为我本来方便整理，我把它给弄出来了，所以这个肯定没问题。我靠，有了。对，是它的那个模型是个管子还是什么？模型就是一个管子，巨简单。你把这个贴图贴到这个管子上了。对，这管子其实不加这个也差不多，其实差不多，只是稍微加一点会好一点点。我靠，这个的话其实也是跟合成的那个意思是差不多的。我做的东西其实基础的东西，那个 A 会有个 CC cylinder 还是什么，也是可以做一个三维的三维的管道啊。理论上用那个完全可以做这个，完全做。我之前也用过同样的办法，也是做这种东西。但是比较细小的这种凹起，你看这种小线就对啊，我觉得它这个置换出来有一种细节多很多的运动模糊的感觉。对，最后我也没有加运动模糊。我靠，没加就有运动模糊的感觉。对。然后这个的话，当然还是做了蛮多处理的。如果直接拿这个素材贴过去的话，肯定是不行的。看啥样 ？emission 也差不多，就是用很多噪点，然后把这个要更科幻一点。对 ，sci-fi。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用很多噪波，然后把它们的亮度区域给控制一下。我的天！对，哇，其实也还好，做这个因为曾老师应该也有这种经验，有的时候打开自己节点，哇好多，其实自己顺着思路做的话，其实也挺快的。对，但是你打开再看一遍，自己又要再想。不知道，我现在完全不太知道，不知道怎么弄的反正是当时自己一边试一边那个就没有感觉，自己后来再看一遍就搞不懂了。对，所以以前我很早的时候就是看教程，我就数值也跟着人家一模一样匹配上去，然后人家调一个 curves 调到哪个点，我也调一下，然后他最后好像不加也可以，又删掉了，然后又得删掉。所以有的时候看教程，我就觉得第一次就浏览看一下，然后第二次的话就相当于你就学会了嘛，第二次的话你就完全自己去操作就好了，
不要老是看那个，因为有的时候你只记住了数值，然后没有记住那个思路和方法啊，这是一点小经验。然后后面的话，因为这个素材是个蓝色嘛，然后颜色在那个然后再重新处理一下，后期完全把颜色给改了。对，这个的话其实就主要就是调了一个这个。Color vibrance。对，然后其他的就一点点细节，一点点往上加就好了。然后加一个调色的插件，因为很多这种调色的插件，它可以把那种阴影到亮，那个暗部到暗部到亮部的区域弄得挺丰富的。那再加上去，然后就 OK 了。然后这个镜头，我找一下。镜头这你当时是帮他们出了6张 style frame 是吗？对，出了这张 style frame， 后面还有点时间，就我把动画就也一块做了嘛。看看，哎，最后是这个样子。哇，酷！对，这节奏也超帅。哇！然后差不多是这样。特别是在管道，你是前面你是有拐弯的，就比起直着冲要好。对，肯定要有一点拐弯了。前面一个镜头，然后这个合成也蛮多的，简单看一下。哇，看一下，这个刚刚渲染出来是这样的，就巨乱嘛。但这种思路要理起来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肯定背景太杂乱了嘛，肯定需要加很多雾，然后近处的地方其实是不重要的信息，因为只要感觉到整个画面十字在往上飘就行，近处给它完全暗掉，然后把中间比较显眼的一些地方给它做的再强化一些。然后整体再加个偏色，其实就可以了。然后我做的时候，就是，调色，这个调色比较多啊，反正都一样的。然后用很多马斯克。把很多地方给去掉，然后再调整一下暗雾区域，然后加上一点雾。这个雾的话，我是用 Z 通道做的，用这种 Z 通道。然后再把比较亮眼的地方给它再增亮一些，然后就 OK 了。然后这个动画其实然后是这个案例。OK， 那再讲下一个是这个镜头。这个镜头中间的地上这些线也是后期合成做的。我估计现在是不是很多朋友都睡着了？讲的时间有点长了。我卡了吗？有点卡。正常吗？是我说话卡吗？我不知道是我的网速问题还是俊杰我这边看是 OK 的。我这边画面现在是没有动，因为我没有去动它。但是刚才声音确实断断续续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边网络问题。他们说现在又好了，现在好了啊，你们现在好了，对。那现在的话就现在好了是吗？下一个，这个镜头
，Hello， Hello，可以啊，OK，在吗？Hello， Hello，Hello，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嗯，这个镜头那继续呗。啊，现在可以看到吧？哦，就可以看到，啊，啊，你就说这个光线都是对 AE 的是吧？对，这 A1 哇，做的，可以，然后包括这个豹子身上的这个东西，用 Z 我操通道做的，我猜一下，是用的，对，主要是你这个，主要是这个那个镜扫描的头最开始那个，它在最开始的地方，它那个线是很深的，对然后其他地方是像自由那样的过渡的。对，跑回去了。这个的话，其实用那这个个 position 通道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这个镜头运动还有这个豹子的运动没有很大，所以用这通道的话也是能够勉强用得上。然后之前做测试的时候，在做图的时候，就在 A1 里面先简单做了一下它的动画， OK，用图片，哇塞，然后感觉哎效果还可以，然后就用这个方法继续厉害厉害执行了。这些也都是基本上看一下 AE 的那个就可以。但其实那个对，宽容度其实特别大，可以调的还蛮多的。啊，你这通道是用编辑啊？PN 啊，对，用 EXR 我觉得应该会更好一些。这边编辑啊，能拉得出来也 OK。对，这边其实就拉一下这个曲线，感觉还是曲线好了，拿那个曝光度那个数据，哎呀，对，然后再这样就出来了。然后把暗部跟亮部提高，然后哦，嗯，然后然后把豹子的通道单独抠出来了。对，然后再用很多东西再调整一下这个亮度就可以了，调伽马。这个哎呦，蓝宝等一下石可以调应该伽马，放到可以，我觉得蓝宝石伽马，哎，上面有一个伽马，对？吧？哎，有了。我靠，哦，厉害，我操，对好聪明，因为原本的话你就直接调到亮度就可以嘛，你调整的话，对它就整个的亮度和暗部嗯全都会一起变动。变动的时候，你中对间对原来取的那然后就个变成，中间值，它也会变化。对，我操，聪明，我靠。学习。嗯，然后我开始想的是，我开始想的是要做两个，然后就那个什么去叠，把那个剪，把那个剪去就或者中间的那个了。我操，这用曲线就搞成有可能。这个的打话好。就渲染出来是这个样的，然后后面的话就合成一下，把中间豹子给提取出来嘛。然后后面然后再就拉对比是吧？对，然后哎，刚才看你那个拉那个曲线，它表面有很多这个那个坑坑洼洼的，那你是怎么除掉的呢？那个是因为刚才我没有把豹子提取出来，因为刚才有很多跟边缘其他接触了嘛。是，现在它主我要是边缘的。刚才是对，这个你看它这个，然后刚才不是用了很多曲线嘛，是为了方便好说。其实用这个Colorama 就可以，Colorama 就相当于那个给个 CSD 的 ramp，颜色映射，对，颜色映射，然后对，一样的，一样的，然后把中间的某个值的区域给提取出来，哎操，然后这思路可以。后面就调整一些细节，让它中间高亮的地方比较明显一些，再反向一下，然后用这个 Matter 去一下边缘，模糊一下，我靠，用 Sys Tone，然后重新指定一下颜色。现在都是大部分用自带的弄出来了。我靠，对，这些基本上就没有用插件嘛。我靠，对，然后这个
然后还有前面一个镜头，这个镜头的话是用，可能这个比较好理解一点。这个镜头的话，哎，这个云雾你也是用那个造波做的吗？用一个不怎么样的你素材，你就是这种素材，的。有的时候，哎，这套素材好像我也有，对吧？很早古的一个那个了，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找素材上面，你手头有什么先用的，实在不行到时候再找素材。这镜头往前推是吧？然后云往周围散。对，然后这个也是，我找一下中间的那个圆圈哈 ，shape 啊，这个是用那个 position matter 做的。这是没用过这样的话，等一下，你是连到某个物体上了？对，怎么说呢？我重新弄一下可能会比较好理解。哦，就 position 通道是这样的。对，它这样的话就把整个你场景里面有的东西的那个，稍等一下。哎，好像有重音。家里人看电视声音有点大，刚才。然后用 position 通道的话 ，position matter，是那个，然后太大了，然后给它缩小一点，小一点。然后你可以调整它的位置，对吧？这个数值，它这个比较讨厌的就是这个数值太大了，很容易调过。就乘100。它敏感的数值是吧？对，然后有些数值不好调，除100。对，这样调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应该0.2差不多了。对。这个有的时候对，然后现在是用一个圆形的通道嘛，圆形的这种东西，然后方形的、圆形的，对，然后就可以自己做一张贴图，刚好符合这4个圆圈，对吧？这个就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去遮罩吗？还是什么？对，然后再遮罩一下，然后再模糊一下。反了好像。那这些就是模糊一下，再 turbulence displace。对，然后因为它原始的素材有的时候这个 solo 的 composite 也还挺好用的，因为原始的素材是个纯白的嘛，你如果用这个来重新定义它的那个亮度的话，它没有黑色信息。你也可以当然加一个东西垫在底下。这 solid composition 就等于你在下面加这个那个固态层一样的是吧？对，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去。调的有点乱了。撤回。我不知道本来最开始打开的是哪些，有很多之前调的之后又删掉又没删的东西。等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好。对，然后再指定一下 layer。它可以自定义这个。对，这个就很牛逼。哇靠，这个有意思。位置不对，位置那就得花点时间再调整一下。它竟然能这样，我靠！对，而且就比较牛逼的就是，我现在拾取的是 A 对吧？我找个你可以重新上纹理啊。直接换一个形状什么的，它也直接就换了。比如说我换一个纹理，对吧？
哎哎，我把，哎，对吧？我可以再上一些纹理，比如说加一些别 position 的什么素材啊。position 贴图它本身它就是为了后期能在上面叠纹理准备的吗？还是？对，本来就是为了叠纹理准备的，哦，所以有的时候有奇效。我看它真的合成能把三维完全重建出来。对，前段时间听双麦说还有个那个 UV 通道，好像也挺牛逼的， UV 通道很早了，之前对吧？也是可以贴纹理的，对对。那 UV 通道也和这差不多，但 UV 通道的话就好像是更好用一些，但是我一直没找那个插件啊。UV 通道，对，然后这些就是差不多这样。然后重新定义一下颜色，哎，找不到了，好，就这样吧。行，我靠，思路知道了。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些，那要不要在时间差不多了吧？那挺的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吧。那对感谢大家的参与。好的，感谢吴常老师，感谢俊杰，也感谢大下次再家，见喽。也感谢大家这个3个小时也累了。好，那先这样，张老师，拜拜，好下次有机会再见，好拜拜。大家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拜。